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99度 C Lab， 我是 Horace。今天的影片是要自行组装一台 AIO 的 4K 绘图工作站。那究竟过程中会碰到什么事情？那请听我娓娓道来。那不知道大家对于高性能一体机有什么样的想象？我自己直觉第一个想到的会是 iMac Pro。但它高昂的价格与 macOS 的限制，集中在萤幕内的散热设计，基本上与 DIY 还有升级这件事情几乎成了绝缘体。但近来 Win 阵营也开始有一些高性能的一体机解决方案，像之前 Surface Studio 到现在陆陆续续有一些独显的一体机的出现，但基本上它依旧没有任何 DIY 改装的空间。基本上就是把笔电的散热布局塞到显示器的支架中。如果要真正 DIY 一个一体机，那 Zero Zone AIO 或许是一个选项，但它基本上算是一个开放式机壳，而且体积巨大，不方便普通玩家。那快瑞的 Taku， 它的主机与萤幕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连结，严格上也不算是一台 AIO 一体机。那我在某宝看到夜光槽显示器支架机壳 L 型的架构，能不能让 DIY 一体机成为一个新选择呢？那就让我们继续装下去。首先打开纸箱的包装，你可以看到一堆的铝板跟胶膜包着，四周有3块泡棉保护。没有说明书这种东西，你可以看某宝的网页或是看我的影片来看一下怎么组。本体那个亮眼的铝条是萤幕架，上下的散热孔分别是电源供应器跟 CPU 使用。转轴的部分可以用内六角螺丝控制它的松紧，搭配支架可以锁在各式萤幕的壁挂孔上。电源只支援 SF-X， 那它的电源供应器其实蛮不好装的。那我最后是把铝片剪掉一小部分才装上去。前面板拆掉之后，可以看到主机板的安装孔。那这个如果你是比较窄的2槽 NATs 主机板也是可以用的。但装好电源之后，你可以看到排线离主机板非常的接近。如果你是用电源模组线加上那一种 VRM 供电很高的12代主板的话，那我想很有可能会装不上。所以请留意你的电源供应器等等的出现位置。那还是希望它可以加高一点来支援到 SF-XL 的电源供应器，那这些讲到的问题都不会再发生了。其他区域的部分线材的空间倒是挺够的，直接往右边塞就对了，还可以加上2颗 2.5 寸的硬碟。CPU 的散热器高度支援到 53mm， 你可以用主机板的铜柱来增高去装更高的散热器，或者是把12公分风扇装在外面，隔着面板进行散热。那等一下我也会进行测试。显示卡的部分，我选择一张 W6600 的单槽绘图卡，功耗是100瓦，对应 4K 萤幕，说是中阶工作站也是不过分的。但绘图卡的经验，我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这一次主要是跟大家看看温度上的表现。那由于它的背板直接贴着铝片，我担心万一掉漆的话可能会短路，所以我就拿一个散热贴片贴在后面。但这时我好像听到我的3090在跟我说，我的背板更烫，你为什么不把我装上去呢？但是 4K 144Hz 的一体电竞主机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题材，我觉得应该好好准备做一集另外讨论，那就先留到下次咯。但显卡的话，它的面板这一侧还可以再装一个6公分的薄扇，那如果你用 L 型的 DP 接头的话，更可以用标准厚度的风扇。不过 L 型的转接头没办法穿过面板，所以我就直接剪掉了。那你看到在安装部分的话，显卡前面有前置 USB 3.0 的线，那还有它的 DP 线，加上电源开关的线材。盖上去之后，你可以看到一个正方形的槽位，这个是给 NAT 主机板加强支援性所开的洞。它的脚垫是用粘贴的，摩擦力很强，加上主机很重，你基本上是不太好拖行。当然你也可以锁上这种泡棉脚垫，比较方便拖动。总之这种机壳就是由各类的螺丝与面板组成，孔位到处都是，你要改装也是有很多的可行性的。那我们盖上前面板后，主机板的组装也差不多到了尾声。散热孔可以再加12公分风扇上去。那再提醒一下，它其实只能锁2颗螺丝。主机板的 I/O 挡板位于左边，虽然不算好看，但非常的实用。就算没有前置 USB 面板，也还是很好用。
那整体的使用情境如下，就和一般正常的一体式主机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如果萤幕上有喇叭，整体性当然会更强。当然你也可以想要接个蓝牙喇叭或是小喇叭在上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那你可以看到萤幕上的软体就知道，接下来就是散热双烤的测试。平台是 10700K 加 W6600，PL1 设计在125瓦的功耗强。那 W6600 它的预设转速是3700转 ，A1225 是2000转全开，在没有系统风扇的情况下，室温30度进行双烤，显卡大概会从100瓦小 throttle 到91瓦左右。GPU 的热点在105度，那它的温度是93度，记忆体是94度。CPU 的部分 10700K 会从170瓦降频到118瓦左右，温度则是在100度的温度墙。9公分的散热器方案的降频甚至会再更严重一点，大概降到了110瓦左右。两者的表现其实就跟我之前 G1 或 A5 这种10升左右的 A4 气能架构差不多。基本上是12400 i5 这种等级应该都还可以应付。那我把 GPU 的风扇调到满速5700转后，就可以到100瓦的稳定输出。GPU 热点在96度，那 GPU 本体是83度，记忆体是84度，低了10度左右。至于噪音的部分，在距离45公分的状况下，虽然没有到60几分贝，但也有47分贝左右。但调到5700转则是会到52分贝，给大家听一下。那加高铜柱的9公分内置方案，因为它的风扇离面板太近，风切声变得更大声，反而声音会甚至到了56分贝左右。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次的测试内容，能够独立安装显卡的一体式机壳，可以说是非常新鲜的体验。相信无论是在绘图、影音创作，还是游戏上，都可以带来更多的可能，来创造更多 DIY 的价值。萤幕显示器机壳程度上也算是全新的范畴。如果不能把硬体塞到萤幕内的话，底座的空间势必会加大，超越大家对于底座的既定印象。像是Yoga 27就做得非常的宽，那我认为像夜光草它其实可以加宽它的显示卡的底座，那来加强它的支援性。立柱做得跟底座一样宽，说不定主机板旁边还可以再塞个240水冷，那他也是希望往后这样子的产品会越来越多。毕竟换了一个萤幕就可以从 4K 60Hz 的绘图工作站变成 2K 165Hz 的电竞一体机，连同萤幕都可以一起 DIY 才是最有趣的地方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影片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